今天给大家唠唠三国杀国战最被低估的5个武将啊。国战里面被高估的武将有很多，被低估的武将也有很多。这些被低估的武将，你看起来都其貌不扬，没有什么威胁啊。你这技能身份局就很垃圾，国战还能强吗？就没有多少人把他们放到眼里。但你玩多了国战，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将怎么都那么能苟啊？莫名其妙的活到最后就赢了。你会发现他们在对局中也没干什么事儿啊，就往那一杵，和额外 AOE 响一个杀闪啊，掉血了自己回合内吃个桃，对吧？有时候队友他也不管啊，然后他混着混到后面，我操，他单挑怎么那么能打呀？残局他怎么混得那么舒服啊？真不合理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哪些武将被低估了。第一个我就来个有争议的人物，纪灵。纪灵是群雄里面最被低估的武将。我去年专门出过一期视频讲纪灵，说纪灵被低估了啊，很多朋友都在说我瞎胡闹啊，嘻嘻哈哈的。这视频里边没有一句话能信。其实我那一期视频非常之认真的。纪灵这个武将他不强，他是个混子，但他能混明白。很多武将混都混不明白。就乍一看，纪灵这个出牌阶段开始拼书直接弃牌很牛马，亏炸了。群雄开团也没卵用，就纯拖后腿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群雄能一波爆发打赢的局，纪灵再拖后腿，他能拖到哪里去呢？左慈、袁绍、田丰、太秀啊，爆发都打出来了，那纪灵跟着混就行了。主技能那就是凉血身板，你群雄一波亮出来没打赢，我觉得你怪也怪不到纪灵身上。纪灵的舞台是那种各势力分布比较均衡的混战局，这种局纪灵选出来还是很舒服的。能力大于嘲讽，双刃这个技能拼书确实坑，但是你在混战局你前期不发动技能就可以了，手牌一出你再动，不一出就不动。咱玩的就是一手合纵连横，玩纪灵你要是蹭不了群车那就混吧，混进残局，发挥这个双刃残局一血收割的能力啊！你手牌多的人拼不过，你拼一个残血手牌少的人，那一拼一个准的。只要你混进3人局4人局，因为你本身嘲讽低嘛，一般也不会有人主动打你啊，你就很容易进单挑。你一进单挑，那和你单挑那个敌人就傻眼了。这纪灵晃晃悠悠的，每回合给我拼一发，我这鏖战还真顶不住，还跟我玩田忌赛马，拼点技玩成拆牌技。这时候你才反应过来，哦，原来这个纪灵后期能力还可以啊。其实你像纪灵袁术、纪灵庞德、纪灵潘凤啊，这些组合硬实力本身就不是很差。纪灵他就不是一个和别人硬刚的武将，他不强是事实，但他肯定不是群雄里面最弱的那一档，比张任强多了。第二个将孙策，孙策是我玩吴国胜率排前几名的武将啊，也是嘲讽很低，但能力还挺扎实。就这个激昂出红杀出决斗，这小模一张牌在国战里面很舒服的。有一个道理我需要给大家讲一下，就在国战里面，那些消耗自身资源然后去破坏敌方资源或者说血量的技能，大多都是费力不讨巧的，除非你能做到像袁绍双瞳那么极端。对，你打团的时候，你作为己方团队中的一员，你可以做一些牺牲，但你在打混战的时候，一定要懂得明哲保身，给自己留后路，要滚起来雪球，越打状态越好，而不是去和别人1换1。而孙膑的激昂就是一个越打状态越好的技能，即便效果没有那么明显。再来说孙策的副将技魂伤啊，孙策因为有魂伤，使得他在国战这些 1.5 血将里面嘲讽算偏低的，和身份局孙策主攻一个道理啊，血量掉了1血，给你开技能了，英子加英魂，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人愿意打你啊，隐性的低嘲讽。身份局孙策主，你不好打孙策，那你先把他中针杀了，到后面再围观他就行了。国战孙膑就没啥办法，国战孙膑说你们赶紧来围观我吧，赶紧去互殴去，普天之下都是我的忠臣。孙策就是那种前期你不想去惹他，后期你也打不过他的将，就很赖，很难处理。另外就是凉血的主将孙策啊，主将孙策其实也不错，配个泰尔茨什么的撑个4血，玩起来手感也可以。第三个武将田丰，上一期视频我讲到貂蝉的时候，很多朋友都不明白啊，我为什么说貂蝉在新环境里面不如田丰？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就现在玩家都那么浮躁，一轮2轮都亮出来了，还可能有吃令，那貂蝉他能有什么发挥呢？你说貂蝉能打后期啊？我跟你说，后期貂蝉嘲讽很高的，你混后期还不一定有人家纪灵混得好。群雄开团就是打那一波，像田丰这种符合群雄势力一波流属性的武将，他只会越来越强。我看很多 online 的国战大神，极限进将貂蝉基本上都会进，但田丰就不一定，随时这个把人打进濒死摸牌，
这雪球滚起来可太爽了。袁绍田丰、左慈田丰、双头田丰玩起来都很爽。另外一个技能死剑，偶尔也能秀一秀操作。你说田丰后期能力不行，那死剑到后期拆一拆敌方的关键装备、关键武器，他也能打出来奇效的。死剑和随势这两个技能一旦启动，他就能疯狂白嫖。田丰绝对觉得被很多朋友低估了。第4个武将小乔，我的乔神呐！小乔这个将完美契合了当下的国战环境，胜率比脑杀高太多了。小乔和吕范一样，吴国核心 S 级别的人物。你玩吕范、孙尚香都不一定能打赢的局，小乔选出来说不定就能混赢。改版之后，这个可以谈体力优势的小乔太强了，鏖战女王、超强饱和。吴国有很多回合内强将就是太脆了，刚好小乔就可以让他们支棱起来。小乔这个将你怎么去处理他呀？除非你选个马神是吧？前期你就没法动他，你动他被弹一下，自己可能就赢不了了。后期到残局到鏖战，你还是很难动他。只能集中资源把小乔拆空，然后再去打他，特别费劲。点中点就是首杀国战的陆抗小乔，这个组合就纯耍赖皮，为数不多想让队友早点死的组合。队友都死了，自己打比和队友开团胜率还更高啊，就已经那么极端了，比大嘴还极端。第5个武将卧龙诸葛亮，卧龙这个将在身份局确实没卵用，花里胡哨的，看似全能神将，实则是一个缺牌用的牛马将。当年火爆刚出的时候就被很多朋友高估了，但在国战你会发现卧龙这个将选出来还真可以，真的很全能啊！红牌火攻打输出，黑牌无懈为团队保驾护航，自身也有八卦阵打防御，比老诸葛亮好用太多了。归其根本啊，是因为你国战玩卧龙不用很担心缺牌，你是有配将的。沙卧这种顶级组合咱就不说了，小月亮、自爆卡车、卧龙凤雏、卧龙蒋费，那玩起来都很爽。卧龙的用牌能力绝对是顶级的，它就是缺牌。当另外一个配将解决了，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卧龙缺牌的问题，它就能发挥的很好。本身嘲讽它也不高，卧龙它算不上蜀国的核心，到达不了 S 级，但它能在团战中发挥关键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啊，中流砥柱。单兵能力也不算弱，所以给他评个 A 级完全没问题。OK， 这是国战最被低估的5个武将啊！我这期视频表达的观点，要是不信不认同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啊，反驳没有任何问题。本来这种盘点视频就是拿来给人讨论的，我也不指望这个视频发出来就能改变那一部分朋友的想法，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，人们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真相。